MacBook Neo 它用了 iPhone 的晶片，然后 iPad 它反而用了 MacBook 的晶片，所以 iPad 它要往电脑走吗？还是 MacBook 它要往更行动的装置去走呢？所以如果你的手上是 iPhone 7之后的用户，你萤幕色域的广度跟准确度都比这一台 MacBook Neo 来得高。这是西元2000年的传输速度标准，但是苹果到现在还是一堆装置在用这个超慢的传输速度，真是不懂在想什么。当一个大公司他们不断的去推出平价产品，这是不是一个隐忧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评科技，我是 BPW。这个频道是专门带你把 Apple 的产品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前2天我在 YouTube 跟 IG 开了投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你有2万元的话，你会选择一台 MacBook Neo 还是一台全新的 M4 iPad Air？ 结果不管是在 YouTube 还是 IG 上面，都是 M4 iPad Air 胜出。那这样子 MacBook Neo 它到底是谁会来购买呢？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会用非常详细的数据来跟大家解释。第一，为什么苹果要推出 MacBook Neo？ 是因为教育市场的关系吗？是因为 iPad 跟 MacBook 它已经卖不动了吗？还是跟 Apple Intelligence 它的布局有关？第二，苹果这一次在 MacBook Neo 没有告诉我们的4件事情，有2个规格居然是10年前跟20年前的规格。MacBook Neo 的键盘有没有觉得它很似曾相识？8GB RAM 这个限制影响会很大吗？它有机会去提升吗？第三，我们会从情境来分析 M4 的 iPad Air 跟 MacBook Neo 它们在使用情境上面的差别。最后，我们会分析苹果它未来的走向如何，以及我的购买建议。所以这部影片干货满满，大家要记得点击时间轴来查看，然后一定要把影片从头看到尾哦。首先，为什么苹果要推出 MacBook Neo？ 如果你使用 Apple 产品超过10年的话，那你一定会觉得 MacBook Neo 它有满满的既视感。2015年，苹果推出了第一台12寸的 MacBook， 它是史上最薄的 MacBook， 重量只有920公克，但是也只有一个 USB-C 孔，它没有风扇，主打轻薄。但是它的价格可不薄，它价格要1299美元，换算成台币将近4万元。当时在网络上面真的是一路在骂，它的充电孔只有一个，效能又不够，又卖得太贵，所以这条 MacBook 的产品线它只撑了4年。到2019年之后，它就渐渐淡去在苹果的市场了。过了11年，来到了2026年，同样一台主打便携、效能普通的 A18 Pro 晶片的 MacBook 又出现了，但是这次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价格，这次的价格居然只要599美元。所以为什么会推出 MacBook Neo？ 第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现在这个价格降低之后，终于可以去切出一个全新的产品线。首先，我们先从 MacBook 它的销量来看起。2020年11月是苹果的里程碑 ，M1 晶片它推出了 ，Mac 的销量也在2021年达到了巅峰。可惜好景不长，一路从2021到2024年，每一年的销量逐渐的衰退，到2025年虽然有略微的成长，但是也都跟 M1 晶片发表之前的销量是差不多的。那苹果通常是如何去拯救它的销量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iPad 的数据。iPad 它的销量在2022年之后开始明显的趋缓，苹果这时候做了什么？苹果在2024年全新推出13寸的 iPad Air。切出了一个全新平价然后大萤幕的产品线，所以这个推出新产品线的策略也让 iPad 它的销量又创了近10年的新高。这个表格帮大家整理出来，你看 iPad 现在已经总共有7个产品线了，2010年只有1个产品线，然后不断的切割推出，然后分析使用客群，就让 iPad 的销量得以被拯救。看完成功案例之后，我们回到 MacBook， 大家思考一件事情，撇除 MacBook Neo 的话，最低规是不是就是价格大概3万多元的 M5 MacBook Air？ 但是 M5 它这个效能其实已经非常高了，所以现在苹果更有理由去推出一个低阶的产品，于是 MacBook Neo 它就此诞生。第二个，苹果推出 MacBook Neo 的理由跟 AI 的发展非常有关。首先，我们先来讲到 AI 云端化。我们现在在使用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基本上很少使用本地语言的模型，一部分是电脑效能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线上云端的大语言模型，像 GPT、Gemini Cloud， 甚至是我自己在使用的龙虾，它也是串接 Cloud Sony 4.6， 所有的 AI 都已经可以在云端上面完成了。本地装置它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效能，就可以去跑出这些内容啊！我不管是 A18 Pro 的 MacBook Neo 还是 MacBook Pro， 我们跑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讲到 iPad 的部分，其实随着 AI 时代发展，手写它已经不是一件必须的事情，它已经是一个 nice to have。现在你只要对着 GPT、对着 Cloud、对着 Apple Intelligence， 甚至是自动化的龙虾，我们就可以直接生成完所有的会议记录、所有的文章摘要，甚至是自动化的帮我规划我 Notion 的行程、我 Google 的行程。我只要输入一个指令，它全部都帮我做好所有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手写它的占比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所以这时候 MacBook Neo 很明显的产品定位就出来了，我就是不需要手写，我只需要一个最基本功能的苹果电脑。那我的选择就是 MacBook Neo。第三个苹果推出 MacBook Neo 的理由，就来讲到校园市场。现在大家一想到校园市场，会想到哪一些装置？一部分当然会想到 iPad 嘛，因为台湾有生生用平板的计划，那全世界也有许多 iPad 导入到校园的这个成果。但是其实最多推广到学校的就是 Chromebook 跟微软的笔电。但不得不说，就是不管是 Chromebook 还是微软笔电，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故障率真的是超级高。其实我个人是私心蛮希望可以把它们换掉的，因为有太多老师来跟我抱怨这些技术上的问题。但 A18 Pro 的 MacBook Neo 在学生价的话，它价格只要$499，它其实对学生市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一样拥有铝合金的外观，一样拥有 A18 Pro 的晶片，在文书处理也很顺畅。然后 A18 Pro 它的单核心就媲美 M4 晶片的单核心，因为它们设计的架构是一样的嘛。消费者市场饱和之后，那接着就往下扎根到学校，从高中到大学，如果他们这3年跟这4年都已经长期使用 MacBook， 他们毕业之后使用 MacBook 的几率是不是会变得更高？所以这是一个对长期客户的投资，不是只是推出一个产品线这么简单而已。接着影片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最精彩的地方，苹果在这次发表会没有告诉我们的4件事情。首先第一个跟第二个彩蛋就要来讲到萤幕跟传输的规格。这一次的 MacBook Neo 萤幕居然是10年前的规格，传输是20年前的规格。我们来看一下，这次 MacBook Neo 萤幕的规格是500尼特 sRGB 色域219 ppi。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件事情？ sRGB 它居然不是 P3 广色域，所以如果你的手上是 iPhone 7之后的用户，你萤幕色域的广度跟准确度都比这一台 MacBook Neo 来得高。顺便科普一下 P3 广色域的时间轴。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的时候，苹果首度在 iPhone 7、iPad Pro 9.7去导入 P3 广色域的萤幕，然后一直到2019年之后，P3 广色域就逐渐去取代所有苹果的产品线。那除了最低规的 iPad A16 晶片那一台也是用 sRGB 之外，那其他全部都是用 P3 广色域。要拿 MacBook Neo 来剪辑或是制图修图的话，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它的颜色标准跟目前广泛市面上的标准跟看起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MacBook Neo 它在它的机身侧边有2个 USB-C 孔，一个 3.5mm 的耳机孔，侧边各有一个喇叭。那它也支援了立体声跟杜比环绕音效，一切听起来都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大家这边要注意，这2个 USB 的传输速度是完全不同的。右边的 USB 是 USB 3，它达到了10GB 每秒的传输速度，但是左边是 USB 2，它的传输速度只有每秒480MB， 两者差距20倍。这是西元2000年的传输速度标准，但是苹果到现在还是一堆装置在用这个超慢的传输速度，真是不懂在想什么。在充电的时候，你就会占用到一个孔，所以等于说你平常也只剩一个洞可以使用了。第3个彩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 MacBook Neo 它的键盘形式跟外观根本就和 iPad 它的巧控键盘长得一模一样。它没有背光，它也没有 Haptic Engine 的触控板，是完全实体的触控板。然后它在打字的键程也偏浅。那大家没有猜测错误，这一块机械式的触控板，它使用了跟 iPad Air 巧控键盘几乎相同的弹簧片以及微动开关的结构。所以它为什么没有办法像 MacBook 一样支援均匀的全区按压？再来，因为它没有做背光模组，所以它的键盘组件非常的薄，中间就没有 LED 导光板的空间，所以它键程的这个形成跟结构就跟 iPad 时代的巧控双面夹一样，几乎是高度重叠的。第4个彩蛋，今年 M4 iPad Air 它的 RAM 居然比 MacBook Neo 还多了50%。MacBook Neo 配8GB RAM，60GBs 的记忆体频宽 ，M4 iPad Air 是12GB RAM，
记忆体频宽是120GB 每秒，而且这件事情是无法改变的，因为苹果受限于 A18 Pro 它晶片本身架构的限制，所以这台机器的记忆体它就会被锁死在8GB。大家常用 MacBook 应该知道，当 macOS 启动的时候，它占用记忆体就会到4.5到5GB 之间，意味着你8GB 扣掉之后，你只剩3GB 可以提供应用程式跟 AI 来使用。Apple 跟 Google 合作的之后，未来的 Apple Intelligence 2.0，它一定会有更大参数的本地模型。那通常一个优化之后的 7B， 也就是70亿的模型，它至少需要3.5到4GB 的记忆体才可以顺畅的运行，所以这会再导致读取 AI 模型的时候，它变得很慢，而且会有很严重的延迟出现。这个也是大家购买前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整体来说 ，MacBook Neo 它的效能，它在 CPU 单核的表现其实非常好，它就是跟 M4 晶片是相同架构的，所以你不管是在滑动 App 或是整体运作流畅度，它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讲到 GPU Metal 图形的时候，经过 Geekbench 它的跑分，它的等级大概就是介于 M1 跟 M2 的 MacBook Air 之间。不要奢望说它可以剪什么很厉害的影片，大概 1080p 对它来说就是一个蛮有负担的剪辑程度了。其实还有第5个苹果没有跟我们说的事情，这个很细节，但是不重要。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一次 MacBook Neo 的桌布，它其实是写一个 Mac 的字 MAC， 但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它不写 Neo 而是写 Mac？影片第3个部分，我们就来讲一下 M4 的 iPad Air 跟 MacBook Neo 它们在不同情境的完整比较，帮助你去选择符合你的装置。情境1。iWork 文书办公，使用 Pages、Numbers、Keynotes 等等的文书软体。那 MacBook Neo 它的优势就是它有完整的键盘、实体的触控板，然后天生的打字效率就有优势嘛。然后在 macOS 上面，它的 iWork 它每个 App 的功能都更加的完整，而且搭配之后的 Apple Creator Studio， 你也可以结合更多的 AI 功能进去。你在视窗的操作上面跟拖放档案都会比 iPad 来的更加自然，而且它可以支援一个 4K 60帧的萤幕。那反观 iPad Air， 它当然也可以使用 iWork， 但是它就有一点门槛。你加了键盘之后，它当然很接近笔电的体验，但是它的多工切换处理其实没有直觉。那我觉得唯一好处是在使用 Keynote 的时候，像是选取的功能，它其实用起来会比 MacBook 来的更加好使用。但这个前提都是你需要搭配 Apple Pencil 才可以让你整体的使用来的更方便。情境2。绘图跟创意发想，像是 Procreate 或是 Adobe 相关的软体，那这完全不用讨论啦。iPad Air 绝对是大获全胜。Apple Pencil Pro 它的悬浮功能、它的旋转感知功能、它的压力感应，或是它的快捷键功能，全部都可以完美支援在 iPad 上面。而且 Procreate 它本来就是专门设计在 iPad 上面，所以在 MacBook 上面它也是不支援的。情境3 ，Photoshop 或是 Lightroom 的修图。那修图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不管是 MacBook 还是 iPad， 它都可以跑 Photoshop， 但是它的体验差很多。iPad Air 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有 P3 广色域的萤幕，所以它修出来的颜色更准确。而且它触控操作、选取、遮罩这些东西很直觉，其实用 Apple Pencil 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调整它的滚轮，我觉得甚至是比电脑来的流畅的。那 MacBook Neo 它的劣势，第一个还是要讲到萤幕，它只有 sRGB 萤幕，所以你在上面调好的颜色，你到别的装置上面去看，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怎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要输出作品给客户的人的话，这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潜在问题。但是 MacBook Neo 它有优势，就是在 macOS 上面运作的系统，它的 App 完整度还是比较高。比如说像 Photoshop 的功能，它就会比 iPadOS 来的更加完整。键盘也有许多快捷键操作，所以也是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第4个情境，剪片。比如说 Final Cut Pro、达芬奇这一些软体。M4 iPad Air 它的优势就是它已经可以去编辑 ProRes 编码的影片。然后它的记忆体有12GB， 剪 4K 影片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然后记忆体频宽也是 MacBook Neo 的2倍，但是 MacBook Neo 它在 Final Cut Pro 上面，它的功能远比 iPad 上面还要来得更加完整。然后在 macOS 上面，你用触控板去操作你的时间轴，或是它整个音轨跟影片轨的数量也会比较多。所以其实这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接受哪一种剪片的形式。你如果可以接受 iPad 它这一种用触控的方式，然后进行剪辑的话，那你当然可以使用 iPad 剪片。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就是2万块，但是你又不想要用 iPad 那种剪辑方式，那你就是买 MacBook Neo。第5个情境，日常，不管是上课记笔记、写报告，或是准备考试，那其实这一点就是 MacBook Neo 它最主要的目标用户的使用场景。
因为它就是一个最平价2万块，你就可以跑所有 Mac 软体，你不用去管它相容性怎么样，会不会跟 iPad 有冲突。你不管是打报告、查资料、多视窗，它的这种使用效率就比 iPad 方便了很多。然后你也不需要再去购买任何的配件，你开箱就可以直接使用它。那 iPad Air 的优势当然还是在手写上面，不管是使用 Good Notes Notability， 它的体验绝对是无可取代的。iPad Air 它只有464公克 ，MacBook Neo 我觉得很可惜，它居然还要1.23公斤，没有像12寸的 MacBook 在2015年推出的时候来的重量这么轻，这是有点令人小小退烧的一点。所以在这边很明显就可以知道 ，MacBook Neo 它就是针对预算有限、还没有电脑、不需要手写的学生。影片最后一个部分就要来讲一下我对苹果未来的看法。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发表会，苹果它推出的东西就超级平价，不管是 iPhone 17E，不管是 MacBook Neo， 苹果什么时候变成一个 CP 值高的品牌呢？当一个大公司推出很昂贵产品的公司，他们不断的去推出平价产品，这是不是一个隐忧呢？599元的 MacBook Neo， 它的毛利大概在25%到30%之间，反观 MacBook Pro， 它的毛利是在40%以上。所以为什么苹果要去砍毛利率跟降价呢？其实苹果它真正在意的是你进入到它生态系之后后续的消费。iCloud Plus、Apple Music、Apple One， 甚至是未来 Apple Intelligence 的进阶功能，你只要先花了2万元去买一台 MacBook Neo， 你就是苹果的长期客户了。这个是我最想要分享的一个观点。所以苹果它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去付它未来的软体费。你看原本的 iWorks 它是不是免费？但你看现在加上 Apple Intelligence 的时候，它就要订阅费。那你觉得 Apple Intelligence 它在未来还有可能是免费的吗？我们假设它订阅功能1个月大概是300块台币左右，9.99美元。那你再乘上这几亿台装置的数字，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现金流啊！所以 MacBook Neo 这个599美元是进入苹果生态系入场券的方法。等装置数量够多之后，再靠软体订阅 AI 的现金流把钱赚回来。好，第三，我们来谈到 iPad 跟 MacBook 之间的定位。MacBook Neo 它用了 iPhone 的晶片，然后 iPad 它反而用了 MacBook 的晶片，所以 iPad 它要往电脑走吗？还是 MacBook 它要往更行动的装置去走呢？其实目前看起来，苹果它的策略就是两边装置它就是各走各的路。它已经把每一个装置切出很详细的使用者定位了。iPad Pro 就是给专业剪辑、专业绘图、3D 建模以及设计师使用。iPad Air 就是给你中度剪辑、日常笔记跟绘图使用。iPad A16 你就是单纯的写笔记跟看影片。MacBook Neo 的话就是一台超单纯的文书机，每天一定会用到键盘跟浏览器的人。看起来产品现在重叠，实际上并没有重叠。这就是苹果它挤牙膏跟切割真正厉害的地方。当你看完这一系列的比较之后，我们再问一次，如果给你2万元的话，你会选择 M4 iPad Air 还是 MacBook Neo 呢？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下支影片见，大家再见。